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做复杂的人很简单做简单的人很复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为什么做复杂的人很简单，而要做简单的人又很复杂呢？其实这句话是蕴含了对人性跟人生态度的大道理为什么做复杂的人很简单呢？因为凡夫都有习气啦，甚至呢习气深重。那这些习气包括什么呢？碰到事情很会自我防备啦、自我辩护啦、自我算计啦，以自我为中心，而私心很重等等。那这个是心理学上所讲的什么？人性的预设模式啦。这种复杂的人性跟习性呢，不需要刻意去练习。它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啦，不学也会啦，因为这就是凡夫性嘛。再加上有时候呢情绪不稳啦，心情不好啦，造成事事很敏感，斤斤计较，很容易受伤。那这些行为呢，都是顺应本能与生就具有啦，所以不难做到。因此，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以小我为出发点只顾自己的利益啦、面子啦、欲望啦，处处藏锋设计，心机很重等等。这样随心所欲的心态去过日子反而很容易很轻松因为这种心态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随心所欲嘛，处处只为自己嘛，不去考虑别人那我们生活周遭就不难看到这样的人甚至我们自己过去也是这样子那基于以上这样的分析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复杂其实只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结果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因此才说做复杂的人很简单嘛。那为什么又说做简单的人很复杂呢？因为对一件事情能够看破而不说破，能善解而不评论，这个不简单这个是智慧跟涵养的体现没有修炼是做不到的。而且如果要放下执念或者说不比较不计较或想要学习对人对事呢心宽念纯，这个需要长时间的养成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班，必须让我们的心灵呢不断的经过训练接受磨练，时间久了心田才有可能去无存菁，淘沙取金这个是长时间的点滴累积甚至修炼过程中也会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进进退退所以总而言之呢，简单是目标，但这个过程呢很复杂，因此才说做简单的人很复杂啦。那这个复杂不是指过程很复杂而已而是学习过程中的诸多的挑战跟磨练也叫做复杂啦经过以上的解说相信各位同修对这句话应该有了基本上的理解了。其实简单并不代表是愚蠢或迟钝也不是无知或幼稚，更不是迷迷糊糊而没有原则不是这个意思简单它是对道理通透之后的返璞归真是一种知世故而不世故处人情而存真情的境界你看他好像傻傻的，他不是真傻他是大智若愚他是真人不露相是深藏不露其实这个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啦，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了一个简单或单纯的人他不会去钻牛角尖的，他也不会去攀比跟逢迎他能够在复杂中呢保持清澈跟安稳能在动荡中呢保持不动如山那这样的人呢，他容易放下外界的纷扰更不会被无谓的事而耗神所以简单其实就是一种成熟的复杂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看似平凡其实不凡那这也是一种人
生活跟人生的哲理啊。他告诉我们呢，当环境或者人事很复杂的时候呢，最好的对治之道就是让自己保持单纯。不过要注意一点哦，单纯不是代表刚刚讲的无知或幼稚哦。如果不了解状况啊，而任人家摆布啊，这样不是单纯哦，而是天真跟逃避，太天真了啦。所以单纯也是要看情形的哦。那简单跟复杂它不是对立的，简单也不是起点，而是终点啊，是从复杂中啊，简单是从复杂中提炼出来的结果啦。啊，就好像交响乐中了，轻柔和缓的乐章，往往是经过气势磅礴的万马奔腾之后呢，才能回到心灵深处的平静嘛。各位如果有听过交响乐啊，大概就能够体会得出来了啊，有快有慢，不是吗？啊，总而言之呢，没有复杂，就不会懂得简单的珍贵啦；没有混乱，就体会不到平静的可贵。大雨过后才有可能出现彩虹啊，没有大雨就不会有彩虹啊。那不管是彩虹或者是交响乐，穿过大雨风暴之后呢，才会出现灵魂的清澈的模样啊。音乐是如此啊，人生也不例外啊。简单或单纯的人，才能活出无事一身轻的状态啊。那无事一身轻，表面上是形容啊，这个人没烦恼了，没有牵挂了，日子过得轻轻松松了。但实际上啊，人生哪有真正的无事啊？并不是真的没有事情啊，而是因为我们看淡一切，而让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啊。一个人如果心清净的话，自然就不会自惹尘埃了，也不会自寻烦恼了，甚至是活得很喜悦。因为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以前的读书会我们也有分享过，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心清净单纯，自然就会有喜悦；心不清净很复杂，自然是处处不开心。这是透过心境的转折，才有能力去化繁为简啊，而让人家感到轻松啊。这才是感觉无事的真正原因啊，不是真的没事啊，而是我们能够放下执着，看淡得失啊。即使事情仍然还在，但我们内心不被它牵动，这样就是无事的啦，没事。这才是真正的无事一身轻啊！无事也不是说不管事不做事，或逃避现实，或碰到事情来了就甩锅啊，然后说自己是我无事一身轻啊，那这样都曲解了这个无事一身轻的意思了啦。所以无事一身轻不是客观上的没有事，而是主观上不被事情所困啊。这种轻啊是通透后的淡然呐，也是一种长期修来的境界啦。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要无事一身轻，也是跟自己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是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做单纯的人不容易啦，但是做复杂的人却很容易啦。因为凡夫本来就具有复杂的凡夫性嘛，这是天性，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不必学自然就会。而做简单的人，就要投入修行的领域啊，才会有那种功力跟能力啊，来化繁为简啊，也比较容易怎么样，事烦心闲啊，事情很繁重，但内心很悠闲啊。因为呢，简单跟平凡呢，就是修行。一个人的心灵如果清净的话，他能够在最平凡的事物中获得快乐。当一个人的心逐渐净化的时候呢，他会越来越心宽念纯哦，所感觉的那种快乐的感受也很维系。意思就是说，感觉很敏锐，一件小小的事情呢，他都会获得很好的享受跟满足啊，很容易知足啦。
所以简单的人就是平凡的人呐。所以修行要越修越简单，如果是越修越复杂的话，那就离佛越来越远了啦。做一个平凡的人或做一个简单的人，是指什么样？多做少说，做人很低调，不炫耀自己，不希求回报，把名利的看得很淡呐，所以是不为名不为利啊，付出无所求啊，慈济志工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也是一种简单跟平凡呐。然而看起来简单的，其实是不简单的；看起来是平凡的，其实是不平凡的这是一种深厚内敛的修养不是每个人做得到那真正简单跟平凡的人呢，他不轻易示现自己的全部实力他不爱现的，低调内敛嘛。他是根据时机才会做出适当的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常气于身，伺机而动的智慧啦。一个真正简单的人呢，表面上虽然生活很简单言行很平实但他的内心却非常的坚韧，眼界非常的深远他能把不凡藏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说嘛哎呀，功夫藏在细节里啦，或真理藏在细节里啦，或者魔鬼藏在细节里的或者高手在民间都是相同的道理的电视综艺节目像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啦，或者是达人秀啦各位可能有看过了里面参加比赛的素人当他们展现技能的时候呢，主持人或评审常常会惊叹的说，这才叫做高手在民间那他们也会惊呼真没想到这种等级的实力，他竟然是个素人那这个素人就是看起来很平凡、很不起眼的人是很不简单，是很简单的人但他却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所以暗藏在民间的高手，绝不输专业的职业高手还有电视节目像那个什么时尚玩家啦，什么型男大主厨啦在节目里面当出现某一位街头小贩或者乡村小餐厅的厨师他煮出比那5星级饭店厨师还要高水准的料理裁判们一看到都会常常惊叹的说，果然高手在民间不输大厨这个是表达对纯手艺而不靠名气的厨艺达人的敬佩这个就是看似平凡实则超凡那这句高手在民间之所以会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是肯定不靠背景不靠关系，只靠实力。所以小兵也可以立大功嘛，修猪了嘛也变英雄对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道理那这些道理呢，也印证了一句话不在其位也能发其光不为将帅亦能立其功这句话非常有激励性可以用来激励基层的员工或者赞扬民间的无名英雄那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跟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人例如警察啦、老师啦，甚至志工啦，尤其是那些投入资源回收的草根菩提他们虽不在高位但深具影响力这个就是不简单的。以我来讲了因为我们在精舍上班嘛那傍晚我们要下班的时候呢，常驻们或者秘书都会帮我们打包便当，让我们带回家吃但是没有汤那夏天还好，都不一定要有汤嘛。那冬天很冷的时候，总会想说喝点热汤嘛尤其便当很容易就冷掉了因此有时候回到住所，自己就是简单煮个味噌汤啦，或者豆腐蛋花汤啦虽然只是一碗简简单单的热汤，都会感觉很大的满足跟享受这种在很冷跟很饿的冬天里喝一碗热汤的感觉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我还记得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啊，我们去看待的时候啊，连续2个礼拜3餐都是吃慈济自己生产的香鸡饭啊，各位可以想象，连续2个礼拜都吃同样的东西啊，那一种的胃很反胃啊。因此呢，中间有一次在跟证严上人开咨询会议之后呢，我提出要求啊，我说请问上人，可不可以请下一梯次要来的台湾团队呢，帮我们带一些素食面过来，不是饭是面，因为我们每天吃饭呢，偶尔吃个面啊，至少可以换换口味嘛。所以我经常说，平常就要养成生活跟3餐都很简单的习惯呐，这样一旦到了灾区才不会不习惯呐。其实这个就是简单就是美，平淡最重要的心境啊。因此，真正的美，它不是用复杂去堆砌出来的，而是简单、自然、纯粹、直白，一切都不必刻意造作。简单讲了，就像一朵白花了它没有多余的颜色啊，就是白色的而已啊，干净纯白的啊，但是我们看了会赏心悦目也好像什么一段真诚的话有些志工他不善言辞的，但是他分享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是他的真情流露不装饰不夸张，但是却可能打动人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啦。那证严上人开示的时候呢，用词遣字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平淡的。荧幕上虽然打出很深的经文，但是从证严上人嘴巴讲出来的，却是非常的平凡浅淡那平淡最重位的每一句开示都能够深深的摄受人心大家也喜欢听这个是最好的例证同理白开水也是很平淡，不是吗？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喝它超过2斤 CC 以上很平淡却很重要否则身体会出状况所以一个人只要真诚简单用心做好自己的本分事用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用去攀援或刻意讨好谁，不必，因为这样子的人呢，就会让人看得很舒服。我们跟他在一起呢，也会感染到那一份的自在总而言之简单是一种境界，平淡是一种滋味对，常常也会有人说简单就是美这样的鼓励自己是没有错但是要探讨这句话，我们还是要从理性、务实、客观去探讨那简单就是美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呢？要看情形而定因为有时候简单就是美有时候简单不一定是美了解佛法之后，我们深深会体会这句话：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所有的道理都不是死板板的或绝对的，而是要能够触类旁通放诸四海皆准，亘古今不变这样才能够条条道路都通罗马这个道理是非常的微妙所以才说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那这种微妙法就在于可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好像水一样随方就源也可以怎么样外圆内方随方就源就是做人很随和，外圆内方心中有原则的一个是感性，一个是理性，两个要平衡简单会让人放松，复杂会让人紧绷简单的人呢，容易清安自在简简单单、从从容容、自自在在嘛清安自在。那复杂的人容易怎么样？疲惫焦虑你复杂的人总是怎么样？反反复复嘛，起起伏伏嘛，对。所以简单就像一股清泉让人感觉安定跟清凉那复杂就像一团乱麻让人感觉剪不断理还乱。简单的人会带来清晰跟纯粹，因为他不过度的去装饰，他也不过度的表现，让人一看
就看出重点了例如讲话真诚坦白他不会巧言令色口蜜腹剑也不会调弄玄虚跟他在一起不会战战兢兢很紧张有些人是这样子，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会紧张因为他很敏感对，很复杂不会碰到简单的人，我们感觉哎呀如沐春风很舒服这就是简单的人那生活简单也不是说简单到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而是留下最需要的。生活复杂的人刚好相反生活复杂的人一直在追求想要的，而且穷追不舍，结果一直无法享受目前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就是复杂的人那现在我们来解释简单为什么不一定是美呢？因为简单如果流于随便简陋偷懒或只是逃避复杂的问题的借口那这样子的简单就不是美了而是粗糙跟敷衍虚应一应的态度了。其实有些事物之所以很美，那是因为它包容了复杂就好比是刚刚讲的交响乐嘛，有时演奏的时候很高亢，气势很高亢，有时候又很低沉，有时候有独奏，有时候有合奏，有时候气势磅礴，有时候就轻柔和缓，就好像要做一个简单的人，有时也是要面对复杂接受复杂但是必须能够穿越复杂，走过复杂，然后回归到返璞归真回归到宁静跟和谐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复杂就没有简单没有简单就没有复杂了这个道理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人性的本能是倾向于自我防卫，刚刚讲嘛追求掌控计较得失等等嘛，因为这些会让人的心变得心机重重，顾虑很多而行为也会跟着很复杂我们从小到大在面对社会上种种的竞争加上家里的传统教育，这个也会让人自然而然的变得很复杂因为常常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处处防备对，不轻松因此要成为一个复杂的人，往往不需要刻意练习，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很复杂的人那要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就很不容易这个简单不是头脑简单是内心单纯行为真诚他不会被情绪或外境所操控或干扰这个需要很大的自省自律的认知能力而且头脑也要很清醒才有可能做得到那复杂呢是一种惯性，而简单是一种修行复杂的人说起话来是意有所指他讲话不是直白的，讲话都意有所指的，心机重重藏锋带刺那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很会顾虑人情压力，甚至背后都有盘算，所以感觉不单纯。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对，你跟他讲话的时候知道这个人不单纯那简单的人说话就直接重点，但不伤人做人处事诚正信实，没有心机。简单的人也不是愚蠢，而是经过思考后呢，做出慎重的选择。那复杂的人也不是聪明而是想东想西，思绪纷飞，心理负担很重。我虽然在过去是驰骋在商场上而商场是如战场有时候碰到OK不好的客人你必须跟他过招但是毕竟我自己是属于文派的生意人不是那种武派的所以过程中的过招还是属于单纯的温和派不会就动不动的拼文拼武台湾话讲对不对闹狼要去讨债干什么，要去理论不是这样子的。也因此以前我家师姐常提醒我说我碰到好人就会更好了，碰到坏人就会很惨的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只要碰到频率不同或很复杂的人我都会选择说避开他了。不过现在走入修行的领域，
我们已经有文法，所以可以以法护身来巩固自己啊。因此现在不管对方是单纯的人也好，或复杂的人也好，相逢自是有缘呐，修行以你为尊呐，还是会跟他交流互动啦。现在啦，以前是避开的，现在是不会，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度化的人，他甚至可能是一尊来考验我们的佛，心里是这样子想的，所以还是要礼敬诸佛啊，不能心生怠慢啊。那能度的就把握因缘度化嘛，难度的就宁动千香水，不动道人心呐。那如果碰到那种为反对而反对的，那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不用跟他讲太多，讲多了也是浪费口舌。那碰到那个顽劣的要来踢馆的那种的，那我们就36计走为上策，顾好自己要紧啊，不要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啊。简单讲就是现在会比较豁达啦，比较看淡一切啊，心态上呢跟以前呢有显著的不同啊，这个就是法身跟肉身之别啦啊。职场的环境本来就是分工合作的地方嘛，有这么多部门嘛，这么多单位嘛，所以应该是很单纯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嘛。但因为同事之间彼此会有竞争或者权力斗争呢，而造成充满的压力跟复杂。所以是人把环境呢搞得很复杂，那家庭也是一样啊。家庭本来是亲情的连结啊，但因为夫妻关系啦或亲子关系彼此充满期待啦，所以控制啦、要比较啦、误解啦，都想改变对方啦，这样也有可能家庭气氛变得很复杂跟难解啦，这也是人让环境呢变得很复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环境本身就具有复杂性了，只是我们希望它能够简单一点呢。举个例子啊，自然界的气候变迁、生态链的改变、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加上现在的末法时期，人心不古啊，人心纷乱等等啊，复杂就是这个环境的本质了啦。人只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试图去适应它跟理解它而已啦。所以这样的逻辑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出来哦，就是那我们应该要适应环境呢，还是改变环境呢？我们应该去适应环境，还是要改变环境呢？其实两个都重要啦，关键就在于什么时候应该去适应，什么时候应该去改变啊。有时候呢，环境在短期内无法被我们改变哦，那这个时候就要懂得怎么去适应。例如啦，刚进入新公司的新人呐，要先适应公司的文化跟节奏啊，公司有公司的生态啊，那时间久了，你都懂了，你才有机会提出怎么样去改革嘛。那修行团体也是一样啊，道场也有道场的生态啊，更何况每个道场都有不同的法门传承跟思想体系啊，那这是根深蒂固也行之有年的生态，不可能轻易说改就改。所以善男信女或教徒只能够去适应它，而不是去改变它。即使你有能力，也未必能够改变它。也因此才说，在人群中或团体中啊，适应性跟灵活性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很重要的生存法则啊，缺一不可啊。适应性是指我们能够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也就是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啦。这个叫做适应性。灵活性是指适应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啊，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迅速调整方向跟脚步，很灵活，这叫灵活性啊。那光有适应性，但没有灵活性啊，虽然对环境适应得很好，但动作反应太慢，而错过改善的时机啦，错过进步的因缘啦，这样只会随波逐流，也是不可以啊。相反的，只有灵活性，但缺适应性啊。虽然可以灵活弹性用法，但处在大环境的生态中啊，
处处无法融入环境，对团体无法适应，这样只是表面上的随波逐流啊，不是真正的适应啊，这样也非长久之计啦。简单讲，适应性让我们走得远啦，灵活性让我们走得快。因为你懂得要转弯啊，我们不是以前有读书会讲过吗？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嘛，对不对？不是死板板一定要直行啊，曲直向前也是一样的妙法啊。两者兼备才能，这适应性跟那个灵活性两者兼备呢，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跟时局中呢稳定前行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做复杂的人很简单，做简单的人很复杂，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